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这对世仇冤家，几千年以前本为同根生，出自中东远古的闪米特游牧民族，有着非常紧密的 Y 染色体联系。闪米特一词是取自圣经里诺亚长子 Sham 的名字。严谨的语言学也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语言归类为闪米特语族。如今，他们最大的争议就是对应许之地迦南巴勒斯坦的归属权而闹僵关系。兄弟俩能重修就好吗？各退一步，迁就一下。就你老母啊！一個 AM， 一個 FM， 大家都唔啱 channel 嘅。回顾上期在犹太视角里，圣经记载着 Sham 的11世孙亚伯拉罕获得上帝的相中许诺，被赐予迦南地区，子孙后代会在这里建立伟大的国度。奈何亚伯拉罕七老八十了，与老婆还是生不出孩子。情急之下，妻子让他和埃及女仆搞上，试一试运气，结果还真怀上，生下长子以斯玛仪。咩话？恰巧几年之后，亚伯拉罕大婆也生下了次子以撒。正宫和侧室日常上难免起矛盾身为老公的亚伯拉罕只好选择狠心送走小妾和以斯玛仪，母子俩从此在沙漠中没了下文。弟弟以撒虽然不是长子，却是原配生下的嫡系，顺理成章继承了希伯来人族长的位置。以撒乃雅各父亲，即以色列12支派的始祖，犹太人的直系祖宗。所以犹太人认为与神的契约自然是由以撒后人的他们来延续。这里就是与阿拉伯人最大的分歧点。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自称获得神的启示。犹太教的圣经漏掉了些细节，告知底下的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正是当年亚伯拉罕送走的长子以斯玛仪。在阿拉伯穆斯林的视角里，古兰经记载着，当年母子俩一路南下来到这里，亚伯拉罕也曾到此地会晤以斯玛仪，父子俩一起修建天房，敬仰伟大的神，是为今天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黑色立方体。所以阿拉伯人认为与神的契约应该由以斯玛仪后人的他们来延续。由始至终，犹太教徒并不认可公元1世纪出现的基督耶稣和公元8世纪穆罕默德的说法，给他们看来就是异端旁支冒充者。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后世都统称为亚伯拉罕一神诸教。这些虽然出自同源，之间千百年来却打得不可开交，一场又一场的圣战，来争夺应许之地的归属权。期间，阿拉伯穆斯林普遍都占据了优势。自从大量犹太人被古罗马人轰出迦南后，这块地区已经易名叫做巴勒斯坦，有各个民族的混居，尤其是阿拉伯人为绝大多数，世世代代住在这里有10几个世纪了。这群穆斯林同样以亚伯拉罕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乃巴勒斯坦的合法主人。你咁講又好似你啱喎。在上世纪中叶，世界各地几百万的犹太移民大批回到他们所谓的应许之地。联合国决议在这块地区分别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和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面对这群突然强势回流的犹太复国主义外来者，阿拉伯人坚决无法接受土地分割以巴两国的方案。以色列建国的第2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合力大举进攻，要掐死这个新生儿，赶走西方的殖民帝国主义势力。生死存亡之际，以色列军队背水一战，大力反击。背后有美帝的助力，加上阿拉伯联军其实是各怀鬼胎，有自己的算盘利益，并不团结。因此，以色列反而打下更大的版图，并对敌人毫不手软，抢占了更多土地。
也导致许多无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百姓莫名成为了政治经济难民，埋下更多仇恨的种子。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未来还能看见希望的曙光吗？那就得看下一个世代的造化了。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几个承肩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吗？